卡奇娜值得培养吗？作为一个4星岩枪防御力模型的角色，伤害如何，强度又如何呢？这是一个23词条，差一点24词条的卡奇娜，使用5.0送的锻造武器，凑了一个钟离加触发圣遗物4件套的效果，伤害表现如下。可以看到作为一个4星角色，伤害还是挺正常的，但在伤害总量层面，有点跟不上三体人后台的数值，所以常规思路下还是更多关注卡奇娜的功能性。那么卡奇娜的功能性，我觉得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个是增伤，一个是接力暖机，一个是结晶盾的利用。咱们先说增伤，由于纳塔新圣遗物的设计，只要穿戴的角色触发了元素反应，就可以给反应相关的元素提供 12% 的增伤。在夜魂加持的状态下，还能额外提供 28%， 所以卡奇娜就可以给队伍里的火、雷、冰、水、炎这5种元素提供 40% 的增伤。虽然说这个功能和它本身的设计也没什么关系，但出生在纳塔也算是一种能力吧。那说到它的输出方式，其实是比较灵活的，因为它和它的小陀螺是可以分离的，既可以接力，也可以后台输出。人机分离的时候自动打桩，每2秒造成1次伤害，是一个12秒的后台输出。那这个输出方式作为元素战技，是可以被西格文的天赋去提高伤害的，也属于岩造物，就可以触发千之的天赋，也可以和钟离师傅玩共鸣流，所以整活的玩法还是比较多的。人机一体的时候呢，可以主动提高打桩频率，造成6次伤害，快速消耗夜魂后退出输出的状态。那如果人在纳塔，就可以消耗燃素继续输出，而人机分离的状态呢，就不会消耗燃素，会直接结束。那说回来，这个状态下的输出方式算普通攻击，可以触发夜兰、托马等角色的协同，但是它的组别算元素战技，所以又享受不到云锦的普攻增伤效果啊，这个地方就有点小绕了。那么因为元素战技的 CD 有20秒嘛，所以战场高频打桩是偏接力的玩法，这就引出了卡奇娜的第2个功能性，接力暖机。因为我会发现，在接力角色的设计上，其实并不是双 C 轮流输出，而是有一个主要输出的角色。那这个主要输出的角色，它可能会有一些短暂的空窗期，比如说克洛林德这个角色，它就有一个8秒的空窗期嘛，而它又有个天赋效果，是队伍中的角色触发雷元素相关反应就可以给它叠层。那么这个时候，卡奇娜快速登场，打完一套就起到了帮克洛林德叠天赋、度过空窗期、为队伍提供伤害的补充作用。所以这类角色，我觉得把它称为暖机副 C 挺合适的。第3个特性，结晶盾的利用，就需要命座来帮忙了。一命在乘坐和脱离小陀螺的时候会拾取结晶片，常规坐着的时候它是不会拾取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意图可能是在切人的时候降低一下队伍的套盾成本。6命的时候，护盾替换或被摧毁时，能造成一个200%攻击力的范围延伤，5秒触发1次，也是利用到了结晶盾易损易替换的特性，就相当于之前玩家喜欢猜的结晶盾爆炸优化嘛。我觉得这个就算是围绕结晶盾的特性去做了一些设计了。那除了以上这些功能，4命作为一个防御力拐，对于防御力模型战场的角色有帮助，比如说1斗。那其他的大招天赋都是围绕着伤害和续航展开的，就没什么特别的。那我思考了一下卡奇娜的配对模型我觉得大概率它的配对应该是双元素输出的类型，比如前台有个岩 C 加同色的双后台或者说前台是一个其他元素的输出，后台是双岩的这种模式。那么卡奇娜就起到了一个非常有性价比的增伤作用。所以未来不是还有一个希诺宁嘛，有可能这就是卡奇娜的一个就业的机会吧。那最后总结一下，卡奇娜这个角色高情商的说就是配对的自由度很高，凭借一手纳塔的圣遗物，只要队伍中有空缺都可以去。低情商的说就是杂而不精，目前没有一支队伍是非他不可的，所以呢也没有非练不可的必要性。我觉得先看喜不喜欢，再考虑培不培养吧。剧情中我还是蛮喜欢他的，打桩输出的反馈我觉得也挺足的。横向去比较这些岩元素角色，卡奇娜也算是比较有用的一个，加上还送了一把武器，当成后台增伤辅助培养呢，也没什么面板要求。现在又有幻想真境巨师，那么命座高的话，培养了也不算亏。我觉得可以选择捡漏式的散养模式，想起来的时候拉一下，说不定哪天就用上了呢。好的，那么这期就到这里，我是提瓦特地理，我们下期再见吧。